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刀塔2新手界视频。咱们今天来讲个辅助吧，好吧，讲个辅助。然后今天的这个第一视角是这个，应该是叉 G 战队吧，这个新进的这个辅助 Poloson 啊，都说这个辅助打得特别的好。然后咱们来学习他的第一视角啊。其实就像我说的，在这个版本，你想要在前期啊，或者说想赢比赛，辅助的表现至关重要。哎，真的就这么说，就至关重要。因为这个版本特别讲究对线，对线能对出优势了，那么中期什么都好说。然后，但是对线一旦崩了，可能就直接被对方碾压了。所以说对线非常的重要。然后辅助打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对线的就是一个线优啊，是否足够优势啊，或者说能保证线上不崩啊。中期开始做好视野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其实都是新手搞不来的啊！就是新手其实现在玩这个游戏啊，我就跟你们说，新手玩这个游戏，为什么我一直做大哥第一视角呢？因为新手打大哥是最合适的啊！就是如果有人要入坑啊，他们问打什么，千万你别让他去打辅助啊，对吧？辅助你让一些老头哎去保他们，其实能把他们保得很舒服。钱谁不会打呀，对吧？你们看蔡小强视频看了这么多期，对吧？就是大哥如何刷钱，如何出装备，团战的时候 A 上去 BKB 一开打输出不就完事了吗？对不对？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只要你学会了一些套路、一些公式，能够在游戏之中，对吧？做好自己的事情啊，其实作为大哥来说都不会差太多。但是问题就差在辅助上了，一个好的辅助跟一个差的辅助，在团队的这个帮助之下，对团的帮助改变是巨大的啊，真的是巨大的。咱们今天就以萨满这个第一视角啊，他用的这个暗影萨满这第一视角来讲一下，其实一半是讲这个英雄。另外一半是讲辅助在什么时间节点该干什么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辅助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在游戏前中期的一段时间啊，是有一个公式可以套的，就是看这个时间表啊，就现在我鼠标划的这个地方，我0分48、49啊，要套这个时间表啊。这个时间表就是辅助在前期行动的一个准则。现在他来干什么来了？先反了一下自家的眼，然后来人肉封对方的眼。你看这时候，哎。你们知道这发生什么事情不？因为这个游戏是有 Z 轴的，也就是说是如果在刚才小歪已经站在这个黄框里面了，如果是在这个刷野的瞬间，他被雷昂插起来，他的判定是不在地面的，于是乎他等于说是那个系统就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地面上无单位。于是乎野怪就刷新了，也就是说莱昂是卡在刷新前的那一帧啊，用那个就是2、3帧啊，用穿刺把它穿起来，然后它在停留在空中的那个时间点正好怪刷新了，于是乎怪刷出来了，就双方打的都非常非常的细节啊。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先保证这个地方没有眼，对吧？他把眼插到这儿嘛，然后反了一个这个地方的眼，对吧？先用针眼保护自家的野地不会被反，然后再用肉身去封对面的野，因为你用眼去封的话，一定会被对方反的啊，这个是肯定的。好，然后双方酱油都在拉野，这个拉野就是通过 A 野怪把自家的兵勾过来啊，然后这个把兵线拉回去，这个时间也是固定的，就是拉大野的时间，一般来说就是多少54、55秒。54、55秒拉这个大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你从这个大野把它拉到这儿啊，这是劣势路的拉法。优势路的话也是从这儿54左右往这个地方拉啊，往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A 往这个地方拉，一样也能把兵线拉过去。或者是什么拉双野啊，这个时候咱们得再讲非常细的东西，就是辅助特别复杂啊，你们慢慢听啊。就是由于这个小野它是不能够用一组小野完整的吃掉这么新刷出来的一整波兵的。那么就会造成你用这个小野一组野去拉了一波兵，然后这波兵会把这组小野完全消化掉，就会造成了这波兵有一半活着，而下一波兵又刷了，能明白？比如说这新赶来的这一波刚赶到，那个上一波兵已经被这个就是已经把这个野怪清完了。然后2波兵，就是上一波剩的半波跟这波的一波，2波兵汇合，重新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对方的酱油就算不拉这组野，你1波半的兵也会直接推到对方塔下，等于说你想控兵线的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吧？也就是说是这个野，如果你是单拉一组的话，会导致下一波兵线直接推到对方塔前。所以说刚才他是
把在55秒左右的时候拉了一组，把这个野怪 A 了一下，往出拉嘛，然后拉了2组，囤了2组野，用2组野去打这个线上的小兵，那么2组小野就能完整的把这堆小兵清掉，而不留任何一个活口啊。下一波兵他过来的时候就还是一波兵啊，不然的话，如果是小兵把野怪打掉了，那么就是一波兵一波半啊，一波半，然后完全汇合，一波推过去，直接兵线就崩了啊。所以说你看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兵线还是在这个附近徘徊，对吧？就是基本上没有动过，是什么？是双方的酱油一直在这勾心斗角，哎，一直在这做野地的文章，才能够把兵线的位置保护好。这个是非常复杂且看临场反应的啊，就是你要猜对方的眼是怎么放的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这边雷昂过来是配合兽王，兽王用2只猪年配合那个战鹰啊，然后是杀了圣堂，然后这一波又是杀掉了对方的这个小歪啊，杀掉了小歪。这波亮的这个表现非常的不错，用一个极限的一个位置穿刺，因为小歪刚才是在这卡着的，他看出来这个圣堂是有机会杀的，直接顶着小歪的脸顶上来，放了个穿刺，先杀圣堂，然后在2只猪的配合下又杀掉了小歪。好，现在是4分半，然后过来是帮中路灌一下瓶啊，帮中路灌一下瓶。好，灌完瓶的时候，身上有一个真假眼的啊，有个真假眼。然后咱们说一下酱油经常要买的道具，就是这个血腥榴弹。这个道具是基本上就是必买的，就是首先它加50点生命值，这个是绝对不亏的嘛，因为你想你前期买这个吃树枝啊什么的，它本来就是为了撑属性，撑属性不就前期最重要的就是撑血，一个树枝才加1点力量，1点力量也就20点血吧，20来点血对吧？然后这一个加50点血呢，这个加的血量其实就已经及格了。然后第二，你扔出去的时候有减速啊，这个减速还有持续伤害，配合队友去进行击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酱油前期基本上。血腥榴弹都是必带的，就是死回家了，用了再买一个，用了再买一个，保证前期对线有击杀机会了就用啊，有击杀机会就用，然后能保证线上的一个优势。好，现在5分半，6分钟的时候，就每3分钟的时候，咱们说是有那个符可以选的嘛？哎，这波好像是雷昂一个大意了，雷昂大意了，他应该是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小歪的位置，因为他的。假眼刚才是插在这儿，然后这个假眼消了，并且在夜晚它的视野不好，就是说这个时候又要说到视野了。这个游戏的视野白天是1800，夜晚是800，所以说夜晚视野不好，他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小歪被树什么卡到了，然后小歪6分钟来吃这个符，这个莲花是一定要拿的，莲花和这个潜伏啊，这个潜伏的话就说是一个天头，如果中单要吃你给中单吃，中单不吃的话一定是优先抢这个莲花的，因为有了莲花。它能加的这个血量125点，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对线的时候你能顶掉对方一个技能的伤害，而我又能多放一个技能，是不是道理？对方一个技能打的伤害技能打到我身上，扣除什么魔抗，最多也就150滴血，是吧？是不是这种感觉？然后这第一，第二呢，他打完我之后呢，我不仅抵消掉了这个伤害，同时呢，我还有额外的蓝去放第2轮技能，等于说一来一去啊，一进一出2倍的差距。哎，这个极限的网配合圣堂 ，OK 杀掉。这边也是打回来了一波啊，还原颜色，然后双方是互相杀了一波对方线上的人。哎，这波火毛来了，火毛对于圣堂的威胁前期是很大的，因为圣堂这个折光啊还是比较怕火盾的。好，然后7分钟的时候是有这个经验符的，蓝猫是过来直接把经验符吃了。然后吃了一个经验符啊，不给对方机会，因为当时是雷昂跟这个兽王不是当时是阵亡了嘛。然后阵亡的第一时间，雷昂好像是去抢对方的这个符去了。咱们来看一下，雷昂是把这个对方的符抢到了，然后雷昂抢到了对方的经验符，然后蓝猫是吃了自家的经验符，等于说在经验上来说，天元方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在前期啊，这个符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咱们来总结一下前期都干了什么事儿。第一就是说是，要控野怪，对吧？小野单独拉一波是无法清掉，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单独拉一波是无法清掉这波兵的。所以说要囤2组小野，并且在囤之前，你提前要确定这个地方是没有眼的，你要插针眼插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非常好的，它因为它能覆盖整个野地的刷新区域，对吧？然后呢，把这个野地一反，拉2组野，以备需要控兵线的时候，需要控的时候再控啊，然后把它拉回来。然后3分钟的时候刷第一个莲花，6分钟的时候刷第2个莲花，是吧？然后那个从4分钟之后，也就是说6、8、10是刷偶数分钟的这个功能符，你是可以去帮中路控符的。这3个节点一定要注意啊，就是3个节点。好，这波双方打出了一波小团战，然后兽王过来想单吃凤凰，蓝猫飞过来有减速，不过最后还是靠猪的这个小平 A 应该是把凤凰给收掉了。
两边互相换了一波人头，就中单互相在切酱油。哎，这边是拿到了一个大药啊，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给这个蓝猫克下去。不过莱昂如果有穿刺的话，蓝猫是应该要死了，很危险。红毛是放了一个魂，但是红毛没蓝了，哟，这个有点可惜。红毛是当时应该是一点蓝都没有了，既没有蓝放魂，也没有蓝放那个无影拳。好，这波打完应该是双方也是半斤八两吧，还半斤八两留了一个魂，这个魂他肯定是不会飞了，别想了。就我觉得红毛应该没有这么二，就知道小歪在那蹲他要飞这个魂。好，然后刚才是这个大哥落地了，又给蓝猫灌了，哎。没给蓝猫灌屏吗？我看了不是交换了一个屏，难道是走慢了没有灌到？不管了，反正就是想灌没灌到啊！然后小歪给了个网，红猫是等了好长时间，等对方打起来了，周围确定没有人跟了，尤其是看见这个小歪啊，因为小歪是对方最稳定的一个单体控，对吧？这一局其实燕方的阵容有点问题，燕方的整个阵容它。小控制就就小歪一个，就是一个羊跟一个这个网，就这么一个小控制，剩下的都是大控，就是猛犸一个大控跟那个凤凰的一个大控，这两个大控其实不是很实用，说实话，就在前期的小团战不是很实用，所以说他们只需要看小歪的位置，看小歪的位置，然后就行了。你像现在猛犸是5级半，然后凤凰的话6级，刚才把蛋开了，但是蛋被 A 掉了，这个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前期那2个符的一个原因导致的。然后小歪不过是一直吃了很多的助攻，也就是说蹭到了很多人头的经验啊，现在已经8级了，等级很高。好，然后咱们然后就是前期基本上讲完了，前期也看完讲完了，大概的就是流程就是囤好自家的野地，保护好自家的野地，不要被对方封野，然后用人肉去封对方的野，在3分钟的时候通过推线，然后通过推线来抢莲花，平常的时候通过拉野怪控兵线，保证大哥的一个正常补刀发育，在6分钟8分钟的时候可以帮中来控功能符，哎，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没了，然后6分钟的时候6分钟的时候控第2个莲花，7分钟的时候控经验符，哎，这就是一个酱油在前中期要干的几乎所有的事情了。好，然后从10分钟开始就进入到第2阶段了，因为暂时的可以理解，暂时度过对线期了啊。然后度过对线期之后呢，现在小歪其实可以靠这个群蛇守卫这个技能来帮助队友来推塔啊，因为这个技能推塔是非常非常凶的。一般来说，作为小歪的这个英雄啊，他的这个大招。最好别随便的用来什么单杀人那种是很亏的。如果你能够用来推塔的话，对前期的节奏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啊，这边蓝猫是吃了一个双倍，还是很厉害。然后这个技能咱们一会儿再说，这是他的那个命石啊。哦，因为他看见后面有一个电魂，所以他不敢随便动这个蓝猫，因为他动蓝猫的话肯定是双死。也就他想救蓝猫，哎呦，蓝猫差了一点蓝没飞下去，差了一点点。他要把这个大招插了吗？把大招插一个空插，想秒这个想杀电魂，凤凰也飞过来，这个蛋给的位置不错啊，给的位置不错。临死之前极限交了一个交了一个羊住了蓝胖，自己没死，然后又打出了被动，但是被红毛赶过来飞魂加无影拳收掉。这波是换掉了蓝胖加电魂，双方打的都非常凶，对吧？各种互换人头。然后11分钟、12分钟就已经30多个头了，然后经济完全没有拉开啊，这就打得太激烈了。就是前期打架完全是靠酱油打的，就咱们看了那么多期大哥视频了，大哥前期就只管刷钱，在他的视角里面，其实这个游戏很平静，哎，是吧？宁静啊，自然，是吧？祥和。你再看酱油视角，哇，这血腥的一塌糊涂，是不是这种感觉？你看盛唐的这个时候，哎，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加入一段非常舒缓优美的 BGM，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也不找人，人也不找他，为什么呢？因为压力都是酱油打出来的，就是酱油到处找别人，别人只能被迫的应战，双方的酱油互相找，然后压力拉满，然后正面团战一塌糊涂打的，大哥就是岁月安好刷钱。所以说前期的优势是否要崩，完全是看酱油的。因此就是咱们说的，想要有一个优势开，而不是把劣势想翻盘，那你就是得酱油打得好啊。大哥就是刷钱，对吧？有局势了，大哥出来收割。好，咱们看看他这局的加点，这局加点是苍穹阵旗加了1级，主的枷锁，副的妖术啊。咱们一会儿来说为什么这么加。好，来，然后咱们看下他这个命石，现在终于讲到命石，因为前期太激烈了，没有时间讲。他有2个命石，一个是这个让这个大招变成了一个巨大蛇，现在是这个不是插出10根小蛇嘛？然后另外一个命石是把这个10根小蛇变成了一根巨大蛇，如果你杀这个蛇的话，
这个什么给的钱是翻10倍，但是这个蛇的生命啊，然后那个攻击力啊也是翻10倍。哇，这个爆发好高！雷昂又是配合火猫石杀掉蓝猫啊。那个命石怎么说呢？不是特别的好用，不如这个方便。因为作为辅助来说，这个命石它是这个咕咕鸡群，它是可以把这个妖术给自己或者给队友放的，可以主动的像触发这个天生技能琴系一样。刚才这个琴系就是说，如果你被打的要死了，你不会立刻死亡，而是以1点血的一个生命值变成了4只鸡啊。然后这4只鸡呢，它会有一个不规则的移动，让敌人第一时间发现不了哪只鸡是你的本体。然后呢，并且给自己施加一个强驱散啊，就算你被控了，你变成鸡的时候，你也是会立刻醒过来啊，是这么一个先天技能。但是这个命石是可以给自己或者给队友主动释放这个2技能妖术，这么一来的话，是施加一个弱驱散啊。你就比如现在身上挂有燃烧瓶，哎，就这个意思。他不是被那个蓝胖打出燃烧瓶了嘛，挂到身上那个掉血可多了，他就主动给自己上一个妖术，但是主动给自己上的妖术或者主动给队友上的妖术是弱驱散，还是弱驱散啊。然后刚才火猫是用了无影拳，在凤凰蛋炸的瞬间打了一个无影拳，躲了一下他那个控制的那个针。好，小歪直接买活，重新来到战场。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就是说那个被动打出来的是有强驱散，但是你自己给自己放或者自己给队友放只是弱驱散啊，就是这么一个区别。然后给队友放的时候是有一个0.1秒的一个无敌的啊，有一个0.1秒的无敌，但是这个。你别太看重这个东西，这个0.1秒无敌就是天头，那个该给队友放是迷惑一下对面啊，该迷惑就迷惑吧，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比较有意思，一个能打反手的一个混乱战场迷惑敌人的这么一个技能。然后给自己用的话就能用2次啊。好，咱们说下加点。其实小魏的加点一般来说，那个这个枷锁咱们先注意一下这个技能，它是伤害间治疗啊，这个可能很多玩家很久没有玩过这个英雄了。现在这个技能是伤害间治疗，就是比如说满级280是什么意思？就是打敌人280，治疗自己280，然后持续时间4.2秒，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控制技能。但是呢，它是一个持续施法啊，就是你得站着不动，然后你拉着敌人，敌人也不动，我也不动，就跟什么痛苦之源那个大招也挺像的。它这个技能在对线的时候非常厉害，就比如说加到2级140，也就是说给我自己回140的血，我打敌人140的魔法伤害，哎，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小歪攻击力又很高，他是这个游戏中远程英雄天生攻击力最高的吧？啊，号称远程大树，哎，对吧？就是小歪号称远程大树。所以说对线的时候他是怎么打？2级的这个枷锁跟先敌人对 A， 一人互相 A 掉200血或者150滴血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再追着 A 一下，加一个枷锁一网，然后这时候呢敌人会持续掉血，而你把刚才跟他对 A 的2-3下的血是不是补回来了？再追着他 A， 哎，这么一来的话，线上就优势了。这个技能是线上换血兼控制非常出色的一个技能。所以说这个技能一般来说至少加2级，然后但是这一局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整场比赛里面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这个，就是在前期啊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先手控，有是谁？蓝猫飞，对吧？蓝猫飞的这个拉，或者说是猛犸得有跳刀之后才行，对吧？得有跳刀之后才行。所以说他这一局，在前期缺乏点控的情况下，自己由于比较肥，先出了跳刀，然后呢配合这个2、3技能去带小节奏。你不能说有猛犸，虽然说这局有猛犸在，但是这局猛犸太穷了，你看是不是太穷了？猛犸是3号位嘛，这么穷，打到16、17分钟了，这个跳刀还有点遥遥无期的样子呢。所以说那这17、8分钟谁来带节奏呀？你不能让蓝猫带吧？蓝猫是个中单呀，他好歹得有一定的自己的发育空间，对不对？那么蓝猫如果是要自己发育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小节奏是没人带的了，所以说只能那个小歪来带。因此小歪这一局是走了一个主控制的一个加点方式。我这么讲大家能听明白吧？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人啊，比如3号位很肥，且3号位这个沙王早的也有了跳刀，哎，一个跳穿刺的沙王是一个点控制。大哥又是一个，举个例子，像斯温，哎，是吧？然后呢，另外一个酱油，比如说我是5号位小歪，另外一个4号位酱油是一个海民或者是个土猫，哎，类似的，就是人手都带小控制，且大家都比较肥，也有跳刀了。那么在这种人手皆有控的情况下，缺爆发，你就可以考虑不要这么加。你就考虑什么，加个2级的网，对吧？1级或者2级的这个妖术，然后剩下的话优先把这个苍穹震击补满，或者就是2级的网不加妖术，2级网满级苍穹震击，
啊，配合队友先用苍穹阵基补 AOE 的伤害，然后最后没控制了，你再补一手枷锁的控制啊，保证一个控制链的一个衔接就行了。先手控制靠什么？就是肥的沙王或者肥的土魔往里面突着打，他们去打控一手控，你跟紧打二手控跟上就行了，不需要你打先手，也不需要你主控啊。这是一个局面跟一个不同的阵容来打的一个就是选择的一个加点啊，并不是一定要这么加。好，这波打下来，盛唐有点小危险。这边跳阳网住了一个电魂是吧？电魂被秒，然后这边剩一个火猫，火猫留魂了，直接飞走。好，过来反一下眼，就是反眼这个东西啊，很多人说怎么反，我咋知道怎么反，对吧？就是你们这局打成什么样子？他那个眼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你们能明白？就是眼啊，就是这反眼、插眼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概念。就是敌人打到哪儿了，那么敌人一定会在他们要进攻的区域提前做好进攻眼，不会摸黑打。这个很好理解吧？我说的这段话。好，那么相反，我们要打进攻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眼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进攻的时候，他们开雾从这儿上来的时候，先点个眼看高台上没有人，对不对？或者说是往这个地方点，这个地方没人呢，他们的人大概率就在下半区，因为上半区被我的眼控制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排除法嘛。上半区被我的眼控制了，我知道上半区没有人了，下半区肯定是有人的，我们往下半区找就行，再配合什么雷达的这个扫描，哎，然后就能精准的知道对方的人大概在什么区域了，就这么进攻。所以说你看刚才小歪是不是打完架第一时间是把这个眼一插，为什么？因为刚才敌人在这个地方打了好长时间，对不对？在这什么换命呀，什么电魂啊，小歪又打了，什么蓝毛又死了，在这打了这么长时间，对方肯定是在这已经做好眼了。所以说复活的第一时间是来到刚才打完的那片战场去清扫战场，这个很好理解吧？因为对方那儿一定有眼。然后呢，同理我们去打的时候呢，哎，这边小歪应该要被秒了，小歪这撞雾了，双方互相开雾，这是雾碰雾，这个是没办法的。雾碰雾，小歪秒，然后临死前呢，先把这个大招插下来。这个他的这个命时被动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说他那个是个强驱散啊，很容易醒过来。醒过来的话，就算对方先手你也有机会把这个蛇棒插下去啊，这个很厉害。这波雾碰雾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是双方在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位置，然后撞雾了，小歪先被看见了，然后大家是在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不太好的位置仓促应战啊。啊，然后不管了，这个蓝猫应该是能走掉对吧？不过无影拳好了，可能不太好走了，走不了了。无影拳加阳锁啊，一套技能打掉啊，走掉，死掉了。啊，咱继续说刚才那个问题，就是眼的话，双方就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打肉山了，那么这个地方插一个假眼来开大视野，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地方点个真眼，保证高台没有眼，对不对？这就行了。然后呢，我们要进攻对方的下路了，那么就往下路插眼喽。然后对方看见我们来进攻下路的，开雾先把高台眼点一下，确定这个地方对方没有视野，在这个地方跟对方打，啊，就是这么一个动态的相互勾心斗角的过程。进攻方要考虑我方进攻要打哪儿插哪儿，防守方就是说对方可能要来打哪儿，我提前把眼做好，站着这个眼的区域啊，站住这个桩。我们在这个区域内跟对方接，因为这儿有我们的视野，对方来的话是仓促应战，是仓促插眼。如果我们能提前站好位置，那就好。所以说要提前插好眼。如果没有提前插好眼，被对方打赢了，我复活了，像刚才一样，我复活了，去把对方的那个刚才打架的那个战场清扫一遍，因为那个地方肯定是有之前对方插了眼的，这就是插眼。很多人就问，那强哥怎么插眼？我咋知道怎么插呀？你发展到哪一步了，对吧？你们要干啥？这不是一个能一句话说明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哔哩吧啦讲了20多分钟了，其实都没有讲太重复的东西。酱油很复杂的，酱油就说是你是一个就是动态发展的一个位置，你要及时的根据战场的情况来灵活的选择现在该干什么。就比如说开雾什么时候开，有人在问，看大哥的装备吧，或者看大哥的关键装备。就比如说猛犸说，哎，我跳刀了，哎，你看是不是刚买的？是不是刚买的？身上的那个钱还有，比如说就假算是刚买的吧，刚那个没有什么余额了，说明他是刚买的这个跳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做视野打入山开雾，对吧？配合猛犸出跳刀的第一波，对方信息不足啊，打一波强势的进攻。哎，要么就是什么说什么，比如说啊，再比如蓝猫说他自愿了，盛唐说他什么 BKB 了，是吧？就类似的这种东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大哥更新装备的这个进度，在我方整个阵容，因为考虑是团队嘛，
我方整个阵容最强势的时候，开雾绕过对方的眼，给对方致命的一击。哎，平常没事的大哥说我差800块钱 BKB 了，你的酱油就别整幺蛾子的事儿，也不知道干啥了就开个雾打酱油，随便开雾打，大哥又在刷钱，大哥第一时间赶不来，然后发现打起来了，大哥被迫应战，酱油先死，大哥后死 ，BKB 还没了，哎呦，行吧，你这好酱油打得真好，对吧？好，这波团战虽然说是开到了圣山有盾啊，但是对方的技能释放啊，反正就是可能是团战的第一时间秒了这个猛犸和这个小歪啊，然后第一时间是没有打好，因为小歪跳过来是想扬住这个莱昂，想开这个莱昂，对方的人蹲这个莱昂的人蹲太多了。就酱油它是没有一个固定公式的，前期对线的时候有个公式的，中期开始看个人理解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吧，想要打好一个酱油，第一你就换位思考，就说你在打大哥的时候，你最想干嘛？你就比如说你打大哥的时候骂过酱油没？就你他妈没看见我在打钱了吗？你开什么团？哎，是吧？类似这种话，你就换位思考，你考虑如果我是大哥的话，现在希不希望酱油开这个团？哎，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啊。好，蓝猫飞过来，哎，你看这个就开得很好，对吧？这个就开得很好，看见了一个看见了一个火猫在野地晃，而且周围是有队友的，对吧？直接果断一个跳阳加大招，然后电，然后配合再网，然后在这个控制的时间里面，蓝猫跟那个猛犸赶过来是杀了火猫，火猫很肥啊，然后再这么杀这个火猫，然后再跳过来再网出一个莱昂啊，这一波先手打得非常的漂亮啊，两波强先手是杀了火猫跟那个莱昂。他买的这个跳刀加这个以太啊，就是为了打先手的，因为有了以太之后配合跳刀，你就可以理解跳刀1200码，对吧？比如说这个距离是这个距离是775，这是加了以太之后啊，775，那这个1200再加上这个775是吧？然后这个施法距离就非常非常远，因为这个可能也会享受以太透镜的嘛，也就是说有了以太之后跳刀加阳就能直接打大概2200码左右的样子吧，是吧？是不是这样？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就是它是为了极限的增加你的先手距离，就是2000码之外有个人我也能先手到。这是一个那个什么先手型的装备。有人说强哥，我看有些小白出什么 A 杖刷新，那就是我说的队伍中的先手非常非常的充足人手先手，但是缺乏控制链不是缺乏推进点，对吧？就是我们没有能上高的人，就比如说大哥，就像刚才说大哥是个斯文这什么。中单是个土猫类似的这种，我们没有能上高的人，但是控制给的足的，且每个人能打控制，那怎么办？我这把就可以不用出这个跳刀加这个以太啊，这么一套装备，你有机会了，有梦想了，你就可以憋什么 A 杖刷新之类的，来补足一狗方的上高能力，行不行？没问题啊，没问题。就是装备打法都是看阵容跟看当时的情况来临时决定的啊。好，这波打完了，插个大招配合圣堂来推高。这个小白这个大招是上高的神器啊，这真的是特别强。好，这波由于是想掐一个火猫复活的一个 timing 啊，然后打一波进攻，先是耗掉了对方的那个高地塔的一部分血量，对方也没有塔防，然后这个血量很残了。等下一波60秒之后，然后70秒之后，这个大招又有了，可以再来打第二波。好，这就是咱们说的，看他现在这个站位，就咱们说的，我先提前做好眼，我站着这片眼的区域，站好位置等你来打。哎，就是刚才他们做的这个位置，就是我先站好了，你们想进攻啊，我就是你们想来防守这个区域，但是进攻方已经提前扎好位置了，码好阵型了，视野也插好了，我们就抱着眼打你们啊！你们想进来的话，一定是我们先手，因为你看不见我们，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而对方看我这边一走，对方的这个莱昂过来，立刻把这个视野清掉，因为他知道对方肯定在这儿是留有视野的。但是呢，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啊，这种位置虽然说是兵家必争之地，但也是100%会被反的。因此呢，如果你想留有视野眼，该怎么留呢？放这种眼，就这种，对方不可能把针眼铺满地图的。所以说，在一些差不多的位置，就比如说像1塔的这种代替位。
2塔的代替位，或者说是这种位置，对吧？或者说是在野地的什么这种位置啊，就类似的这种视野还不错的这种位置来插一个眼，对方不可能把针眼铺满地图，所以说你可以在有大部分时间观测到一些关键信息就行了，但是它可能对于你的下一波进攻没有质的保证。对进攻有质的保证的位置，其实都是这种有一个柱子啊，上面有这种高台的这种眼，虽然说是能够保证你的进攻的一个优势，但是100%被反的哦。那个该怎么样选择，那是看你们的那个决定的啊。你们就是如果是只是为了留个眼，防止对方或者说想抓人，或者防止对方想防守什么的那种，你可以插比较稀奇古怪的。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带着盾，带着 BKB， 我们是优势期，我们就是要在这波准备把对方打死，那你就把眼插到这种位置，而且抱定这个区域不放，去跟对方打阵地战，就是这种感觉啊。这都是酱油要干的活。好，然后这局由于有盛唐在，盛唐也是布了很多的这个陷阱，对方也是不停的在铺针眼想反这个陷阱，因为他们也知道有了陷阱在的话，视野在移动战中会落后对方就是在追的时候，这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暴露一下自己的位置，然后在对方暴露自己的位置且我方阵型不紧凑的时候，可能会被小歪或者蓝猫抓到机会，所以亮这局的压力也很大，他买了好多针眼，你看7宝石了已经7宝石了，那这个信息不知道能不能被抓到，亮走的特别的小心，不知道应该是没有被验方看到，如果验方看到亮带宝石了，这个宝石可能带不住了，所以说他尽量的在带宝石的期间，把那个对方的真假眼和陷阱多排一点，然后来保证自己下一波团战的安全。好，又是一波开悟，看到了蓝胖开了一个隐身过来，火猫又是被扬了，哇，这波扬太关键了，直接插大波，没有大招，猛犸一个大踩了3个，漂亮，这波是配合凤凰弹士先秒了火猫。好，这边又是一个扬到了兽王，好，这波开团开得很好，你看就是视野的功劳，对不对？就是配合什么各种陷阱藏在树林里，利用夜晚对方看不见我，但是比如说我们有陷阱，后面有真假眼，提前看到对面了，我们就有先手权了就跟打 CS 一样嘛，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先卡好位置了，对方出来那是我们瞄他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在刚才那一波是一个漂亮的先手控到了火猫，然后配合对方仓促来救火猫的队友，被猛犸一脚踩大2手上来，这2波打完，游戏应该是可以说是大优了真的是大优了，可能拆不掉3路，但是拆2路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时候盾刷了，完全可以不管了，直接打盾，这个远程兵拆不拆都行了，就直接打盾去了，那个抓紧一切时间。好，这个时候点一个针眼就行了，应该你看他怎么点看就这样点一个针眼，为什么有些人不点假眼呢？你又不想在这个这真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假眼点的意义不是很大，他这个假眼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对方来抓他们打盾吧。但是这个位置，如果对方的酱油活了，会第一时间来这个位置去反一下他们现在是想去打盾嘛，肯定是来第一时间来这个位置反一下。然后这个眼可能活不了多久就是这么一说好，小白身上是有眼的，然后想打盾，先把盾的周围的视野做一下，确定没有人，然后盛唐给个陷阱，保证这个地方没有人来就行了就说不管是假眼还是陷阱，只要有视野就行你看这个眼是不是被反掉了？就说蓝胖一活，第一时间这个眼肯定是秒掉的，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个眼其实没必要点，你点了也是秒掉。好，这时候肉山一声吼，对方肯定人知道在打盾了，对方肯定要疯狂往过赶，兽王已经开始飞斧带线了，后面的人都在开着雾然后这个时候呢，地图上对方也就是眼方也看不见对方的人，知道对方肯定来抢盾了，所以说先提前拉到高坡上，盛唐拿着2个陷阱封锁一下这2个小路口的视野，对方想上来的话，不管怎么走，一定都会被看见，对吧？一定都会被看见。好，这边又是一个跳扬，扬到了一个兽王，然后凤凰过来变蛋，这个蛋的位置非常的好，卡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猛犸顶上来一个大招，漂亮赢了。这波团战打完，基本上就可以宣布胜利了。好，对方雷昂买活，但是盛唐怎么被秒了？我操，这个团战有点混乱。好在蓝猫还活着，蓝猫的蓝应该是足够把这个蓝胖切死了。蓝胖给自己上大勋章，非常的肉。雷昂后面一个大招甩出来，因为雷昂是买活的，双方是拼的一个非常血腥的一个位置，真的是拼的非常血腥。对方是团灭加雷昂一个买活才
勉强守住了。如果当时再少死一个人，这个盾就没了，对吧？这个浪人买活是有必要的，当然要是少死一个人的话，这个比如说圣堂活着，或者是猛犸活着。当时我以为太混乱了，的确没有看见圣堂是怎么被秒的，就这么着吧。你们想看，你们倒回去看一下。好，继续把眼补上啊。好，对方也是落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点了真假眼。然后来保证在抢肉山的这么一个优势。那那个小歪过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肯定还是要往这个地方再点一个针眼，是吧？肯定是还再点个针，确保对方这个最危险的这个位置是没有对方视野的啊。就是双方的视野的攻守战肯定是在以酱油为首的这么一片区域啊，就展开的。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这里面粮草是什么？就是视野，是吧？你先得保证有一个优秀的视野再打，摸黑打那都是瞎打。你摸黑打，别人不摸黑，那么一定团灭的是你。所以说做事也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想干啥该干啥就做哪一个区域的事情，然后认清你自己的位置。像这一局他们给小歪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是打控制嘛，对吧？所以说他以控制为主，出的跳刀加这个魔晶，然后加点前期也是这么加的，因为为了补足前期巨穷的猛犸没有开团能力啊，让猛犸去刷一刷，然后自己带队去打架。好，然后咱们看天赋，他加的是魔化恢复。这个魔化恢复的话，就是因为他是酱油嘛，特别穷，没有什么装备，所以说加了魔化恢复。然后15级的话，妖术10加破坏，就是这个东西，给敌人放的话会破坏敌人的被动。这一局对面好像没有什么人特别害怕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人特别害怕这个妖术被动。其实是可以考虑加这个160群能守卫攻击距离的啊，其实是可以考虑加这个的。然后如果你加这个的话，20级就可以点左侧那个群人守卫最大生命。当然了，如果你们出 A 仗刷新的话，最好也是加这么一套。但是对方就比如说有什么哈斯卡之类的英雄，哎，那你点小歪其实他很怕的。你点个妖术施加破坏，把他一扬，啪，直接就秒了啊！这个很厉害的，所以说这个左侧的这个天赋非常厉害啊！这个看着加。然后20级的话，1.5秒加速持续时间，现在是已经4.2了。如果你加了1.5秒的话，就是5.7，对吧？能往5.7秒，在对方没有长手打断，注意我的措辞，长手打断的时候，20级是可以加右侧的，加这个1.5秒持续时间。但是比如说对方有长手打断，举例像牛头，哎，就是旱地神牛那个棒子。啊，梆一棒那么远，你的这个枷锁基本上是不可能拉满的，尤其是牛有了跳刀或者是 A 杖之后，灵活性很大，你这个东西不可能加满，那么你就加这个左侧群蛇守卫最大生命。但是这一局对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长手硬控，对吧？那样的话是站后排的，你往对方的前排，那样大概率第一时间来不了。所以说他直接点了这个1.2秒加的持续时间，变成了5.7秒的这个持续时间，这个就太变态了。再配合这个魔晶啊，魔晶是那个你网敌人的时候能在你网的目标身边产生4个守卫，并且提升施法距离75，就是这个网的施法距离再提升75，它可以网超远，哎，超远网是吧？超远网这个网就特别的强。好，下一件他是点了一个林肯啊，这个林肯他主要就是为了防那个就是亮的先手或者兽王的先手，亮的羊，兽王的大招啊都是点控，对吧？有了林肯之后，可以基本上可以完全阻止对方兽王或者亮跳羊你。好，这个时候由于在夜眼方来说是进攻方，他们既带盾又有战旗，且这装备啊经济都是有优势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主动开雾，多开雾，主动开雾。兽王是一个单大了一个猛犸单大了一个兽王，其实也行，因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确定兽王没有买回的情况下，然后先让对方减员，5打4比什么都强啊。好，然后一个高抬眼看见2个人，凤凰飞上来，这时候蓝猫一个 A 杖拉2个，小歪直接把棒子一插，猛犸拱下来。不管怎么样，就说只要杀了人了，这个游戏就能赢啊！就是不要太在意什么棒子插的位置，能把人杀了，这个团战是一定能打赢的。好，往后拉扯一波，等一下跳到 CD， 跳到因为刚用过，跳到 CD 下一波就可以继续搞了。好，还有3秒，不过被那个魂烫了一下，这是被魂烫了，被火魔放那个魂。打酱油不要随便 A 塔，
因为你 A 塔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说那个关于深渊的问题，对吧？就是你 A 塔的同时，敌人就看见你，敌人看见你的时候，如果你的位置或者你周围的队友都不在你身边的话，火魔可能就把你切了，或者对方有个跳刀什么就把你先手控制住了。但是你不 A 塔，敌人就看不见你，敌人就无法先手你，对不对？敌人无法先手你，就只有你先手别人的份儿了。因此，酱油不要随便在团战的第一时间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就像刚才说的 A 塔，不要随便 A， 你一 A 就暴露了，你不 A 就暴露不了。敌人想来守，你就可以先手到敌人。哇，这个酱油真是太复杂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多看看，多学学，总会玩好的啊。行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